当叙利亚事态平息时，塔瓦纳的演唱会如期在巴黎举办，天后的号召力无与伦比，让整个欧洲的粉丝像过年一样欢腾。转眼，时间已到元宵佳节。在叶晨个人眼中，元宵节是传统节日里最热闹的节日，也是视觉效果最好的节日。整个秦淮河两岸张灯结彩，甚至还搞起了古风的游船会。虽然天气依旧湿哒哒的冷，但却阻挡不了金陵市民夜游赏灯的热情。今晚书画协会在秦淮河的一处书社里搞了一个书画与灯谜比赛，肖长坤作为书画协会的一员，自然要过去捧场。马兰素来爱凑热闹，所以便也张罗着要一起过去，甚至还为此叫上了叶晨和萧初然。此刻的秦淮河不但各种彩灯缤纷夺目，许多看花灯的小孩子手里也都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，五颜六色，热闹非凡。两岸所有的树木都缠上了彩灯，火树银花煞是好看。人们摩肩擦踵，却一点也不嫌弃这拥挤与吵闹。无论平日生活里有怎样的不顺，何种的困难亦或者不满，今晚走出门来，感受到这浓厚的节日氛围，负面的情绪也能短时间抛诸脑后，所以大家脸上都带着幸福与快乐的微笑。叶晨与萧初然手牵手，信步走在秦淮河的岸边。萧初然看到此番热闹场景，心中压抑的伤感也暂时缓解些许。他问身边叶晨，你还记得小时候是怎么过元宵节的吗？说完，他又补充一句，我说的是你父母还在的时候。叶晨想了想，微笑道，我父母在的时候，我们每到元宵节那天也会出来赏灯游园，我也会在手里提着一只小小的红灯笼，只是那红灯笼里装的不是电池，而是燃的蜡烛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禁放烟花。每到正月15的晚上，我们都会到湖边放烟花，有些单位甚至会专门拿出一笔预算，用来在元宵节当天晚上大批量的燃放烟花。有时候单位和单位之间还会较劲，大家比着看谁放得多、放得大、放得久。我们这些小孩觉得可热闹了，东南西北各处看，根本就看不过来。萧初然轻轻点了点头，说，我小的时候好像也差不多，就记得每到正月15晚上，全城都是腾空而起的烟花，爷爷也会买很多烟花给我们这些小孩子，但我不敢放，基本都是萧海龙负责放，我们就在一边看着。说到这里，他想起什么，忽然道，哦对了，我昨天还见到微微了。微微？叶晨好奇地问，萧微微啊？对，萧初然点头道，昨天我去帝豪集团那里参会，汇报项目进度。刚好帝豪集团有一个元宵晚宴，提前1天举办，王冬雪王副董就邀请我一起参加。集团晚宴嘛，人很多，现场也请了很多礼仪小姐，忙前忙后。微微过来跟王副董敬酒，我俩才碰了面。叶晨揣着明白装糊涂地问，萧微微去帝豪集团工作了？不是，萧初然说，微微自己创业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，我妈前段时间也念叨过。他自己搞了个礼仪公司，专门做礼仪服务，好像做得很不错。金陵很多大公司都跟他有长期合作，帝豪集团就是最大的客户。叶晨自然知道萧微微的情况，当初也是自己帮他解决了礼仪公司坑害他的奸商，让他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而且也是自己暗中叮嘱身边的下属，让他们多多照顾萧微微的公司。不过他觉得自己在萧初然面前肯定得表现得比他知道的少，于是就故作惊叹地说，没想到萧微微还有走正路的一天。萧初然点点头，轻笑道，我看他跟我一样，应该是有贵人帮忙，不然以我们俩的情况，哪能跟帝豪集团合作，而且还能跟王冬雪王副董面对面交流。叶晨心中尴尬，面上不动声色地笑笑，或许你们俩都有好运气。萧初然没有道破，只是轻轻颔首，微笑带过。此刻秦淮河如同繁忙的水上要道，来来往往全是仿古造型的小船和游船，其中一艘小船与其他船只一起缓缓靠右前行，从叶晨与萧初然的身边经过。船首与船尾处
2名船夫用竹竿控制船的速度和方向。船舱之中，入口和2侧窗户放着幔帐，从外面看不到里面，但里面却能隐约看到外面。这样的船并不少见，放下幔帐的也不是1个2个。毕竟一些小情侣出来泛舟而行，看多了河岸边上的景色，便会将帐幔放下，在其中卿卿我我，二人世界，所以叶晨也不曾留意关注。船舱里，一位美妇人端着手中的茶杯，隔窗远远看着叶晨失神。在她的对面，一男一女2个老人盘腿而坐，纹丝不动。美妇人便是叶晨的妈妈安承熙，对面的2位老人，一位是跟随他左右的孙姐，一位则是最近一直在栖霞寺中待命的唐四海。此时的2人也同样大气都不敢喘，因为他们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叶晨，而且还如此之近。最近时，叶晨与萧初然就走在河堤的长条石路上，而他们的船就擦着岸边行驶。叶晨的脚尖距离他们的船也就不足半米。待船行出100-200米时，安承熙才放下茶杯，黯然神伤道：方才那一刻，我甚至有些期盼晨儿能与我有几分心电感应。孙姐赶紧低声说：夫人慎言啊，少爷神通广大，说不定会听到我们的对话。安承熙苦笑道：放心，修道之人虽然感官灵敏，但也不是时刻都紧盯周围一切。这里如此多人，如此多的对话，纵使都传到晨儿的耳朵里，他也很难处理得过来，除非他对我们这艘船起了疑心，特地盯着我们，否则不必太过担心。唐四海这时开口道：夫人，您这次为何又要再来金陵？若是有事找在下，在下去普陀山见您便是。安承熙微笑道：这么多年，我总想多来金陵，毕竟这是晨儿长大以及生活定居的地方，只是每次来都悄悄来，悄悄走，甚至不敢去看晨儿。这次过来也是想再多看看这里，只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晨儿。说罢，他摆摆手，自嘲道：算了，不做这些无病呻吟了。四海，我今日找你来，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。唐四海恭敬地抱拳说道：夫人您说。安承熙道：我看萧家姑娘最近确实一直在为离开金陵做准备，很多项目能结束的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进度，不能结束的，她已经主动向甲方提出赔偿方案。想必2月2晨儿生日一过，她和她的父母就能离开了。唐四海点点头说：在下也觉得这件事不会有什么变故了。安承熙提醒他，晨儿实力很强，手下眼线也很多，如果萧家姑娘直接从他身边消失，我怕他会第一时间寻找，如果他反应的速度足够快，以我们的能力，恐怕没办法摆脱他的追查。唐四海看着他，恭敬地问：那夫人您的意思是？安承熙淡淡道：我觉得萧家姑娘和她父母离开华夏的那天，晨儿不能在国内，要想办法把她支开，越远越好，这样她可能需要1天的时间，才会意识到萧家姑娘失踪了，再用至少10个小时的时间赶回来。那时萧家姑娘已经在茫茫大海上了。唐四海点点头，夫人考虑的是，如果能把少爷支开，自然再好不过，只是现如今能左右少爷行程的人没几个，我们很难让他按照我们想的方向发展啊。而且如果我们找了哪个人去支开他，一旦少爷意识到上当，必然会从这个人着手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可能就暴露了。安承熙微笑道：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是不可能让晨儿按照我们的想法决定行程。说罢，他忽然话锋一转，又道：不过我们可以想办法牵着晨儿的鼻子走。唐四海忙问：夫人您有什么好办法？安承熙看着唐四海，淡然说：四海，你当初受我之命人间蒸发，晨儿一定意识到你这么多年其实并不是在为叶家服务，而是后面另有其人，只是他肯定猜不到我身上，所以你一定是晨儿最想找到的人之一。你的身上有很多他想要解开的谜题，如果你在2月2的前夕
忽然出现在某个国家，并且被他不经意间知道，我想他一定会飞过去找你。唐四海忽然眼前一亮，连忙道：夫人英明，如果少爷得知我在某地现身，他定会前来寻我。只要他上了飞机，我们就安排萧姑娘离开。我把国内的转移路线安排好，等少爷下飞机时，确保萧姑娘已经离境，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安承熙问他：那你想过去哪里合适，以及该用什么办法来装作偶然被陈儿发现行踪吗？唐四海沉吟片刻，忽然脱口道：有了夫人，我去澳大利亚。